好，今天终于有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车啊。我这辆车呢是最近一直谣传说要降价的 Civic Type R。那我现在的里程呢是9397公里，是去年2005年9月18号交车，那9月20号上牌的车辆啊。那为什么我会想买一辆库存2年多啊，将近3年的车呢？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在2023年10月买了一台 GR Yaris， 开了那辆车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原厂调教好的性能车，跟我们自己后来改的其实差异还挺大的。那当然，我相信一定也有一些神人能够改出比原厂调出来的性能车更好的车，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并没有那种调教的实力，所以我觉得还是选择一台原厂就帮你调好的性能车啊。大概在去年2025年的大概6、7月、7、8月的时候，我有一堆朋友一直在跟我放毒说，现在打折打得很凶哦。多少钱？打个折83000。直到大概是9月多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忍受不了了，因为这个心呢，真的是躁动啊。中年男人嘛，老登的心永远都是躁动的，所以我就买了这台车啊。那其实这也得感谢我老婆啊，愿意这样子放纵我啊，让我买这个又买那个的。那这辆车我总共花了361240.75块人民币全部弄到好，包括什么上牌啦，什么乱七八糟的，大概就是新台币163万。那听说现在又降了一点啊，在此时此刻，我听说有35万就可以落地了。那并没有之前谣传说的这个28万这么夸张啊。那前一阵子我问了我台北的朋友啊，全新的 Civic Type R 竟然可以卖到快要300万台币的价格啊！这个300万台币呢，大概就是66万人民币。弄得我现在其实很想把这个东本库存大概将近1000辆的车全部弄到台湾去卖。当然了，这个听说是很麻烦啦。那记得上牌之前呢，我是做了一些功课啦，发现这个上牌库存超过2年的车麻烦了一点需要多一个上牌前的验车的手续啊。这个倒还好，也是跟一般的验车一样，450块就能搞定了。那其实我觉得库存车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恐怖，什么漆面不行啊，这个不行那不行啊。漆面的确状况不怎么样但是很多人都会买新车就拿去美容一番嘛。这个我这辆车也是，当然也是这样的而且我都穿了车衣，就是贴了一个膜在上面。那你在贴膜之前，它一定会先帮你做一些深度的清理或者是抛光嘛。就算你去镀膜、镀金也是一样它都会先给你抛干净。大整理要先抛光，其实真的不用太担心，因为你的车在生产线上可能就已经被人家抛过光了。而且这些陈年污垢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因为车一来之后呢，我自己就先用一些清洁用品把在那个缝隙中的一些脏污都擦掉了，所以其实里里外外看起来也蛮像新的啦。你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我拍的一些细节。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你觉得技术好的洗车店帮你洗完这些东西，这真的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还有很多人关心这辆车的一些塑料件橡胶件有没有损坏老实说是有的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后期更换的首先就是橡胶件、雨刷3根雨刷其实都硬掉了。那雨刷摆臂上面的那些塑胶扣有些也断掉了这些雨刷是我没有出保固，但是这个塑胶扣呢，我是直接出了保固了。雨刷其实很简单，你拿国产 Civic 的换也是可以的。但是据我所知，Type R 的驾驶座的那根雨刷的雨刷料号其实是跟国产 Civic 是不太一样，稍微比较宽一点。然后呢，像是这个喷水头也变色了，后面那根雨刷臂也是晒白了。那断掉的我刚刚都说了，走了质保。那没有断掉发白的，其实很难质保。有些 4S 店不愿意帮你质保，那也很简单，你拿一个这个塑料染色剂再重新染黑。那像是车窗的密封胶条玻璃旁边的胶条，其实我觉得状况都还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恐怖。然后外观还有个地方就是尾标氧化了那这一点呢，我并没有去出保护，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尾标敲下来是不是会伤到漆呢？所以我就不管它了但是有些 4S 店也是愿意帮你去保这些东西的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停太久坏掉，就是电瓶啦。我的车呢，提车的那一天电瓶就已经死透了。其实东风本田是可以让你质保的，但是呢，我实在很急，因为我没有车用那时候，所以呢，我就直接自费买了一个电瓶，然后呢，旧的电瓶我就拿回家了，以后其实也可以拿去质保因为这辆车没电太久了，所以呢，这辆车有很多故障码会跑出来，那开一开基本上就没事了。我开到最后只有2个故障码，具体是什么我有点忘掉，反正就是那个降档补油的故障码还会是这样子，没关系，再开一阵子它就会消失。我最后怎么消除的呢？就是在车上
放一包台湾人最熟悉的零食，乖乖，车就乖乖了啦，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我刚刚讲的都是一些比较小条的东西啊，真正最大条，有人很在意的就是车上的这一组 PS4S 轮胎到底行不行啊？老实说，我觉得不太行，但是还堪用。因为这辆车可能是长期停放于一处太久了，所以轮胎呢被摆到有点变形。你开快一点，大概开到这个法定限速120的时候，你会觉得车有点抖。你要不要换？要看你啦。但我觉得265 30 R19 轮胎实在是太贵了。那我觉得可以将就用一下，你就用一下。只不过它的抓地力衰退真的是蛮明显的，米其林好像这一点特别明显一点，就是年限一过，它的抓地力衰退就会特别的让你有感。对，我都会提脚刹车，因为这轮胎纵向抓地力很差了。你觉得它可以负的责任要？那目前呢，我在天马做出的圈速大概是1分15秒左右。我觉得努力，其实原厂胎做到1分14，就是在素车未改的情况之下，连刹车片都是原厂，1分14是没有问题的啊。等到做到1分14之后，我就开始考虑要换轮胎了。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东西呢，我还换了一些什么？首先呢，机油是一定要换的，因为放了2年多，我觉得已经摆到变质了。那刹车油也换了，因为2年多在那边吸收水汽，我相信吸的也不少了。而且很多人都说，打开那个盖子以后，那个刹车油非常的浑浊。变速箱油我也换了啊，因为呢，变速箱油厂家虽然规定的时间是3年6万公里，但是想说库存2年多了，那也差不多快到3年，那就一起换掉了。还有这个防冻液，就是水箱水啦。其实这个防冻液不急着现在换，因为原厂的规范，原厂出厂装填的就是10年或20万公里才需要更换的长效型防冻液，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不用去换的，除非你有一些这种特殊的需求，像是下赛道你需要这个性能更强的防冻液，这个散热效果更好，那你可以更换。如果你像我一样，只是偶尔去赛道日玩一玩，或者是市区代步，那根本就不用换。那这辆车其实我个人觉得保养啊非常的简单啊，也不像那些欧系车这么的娇贵，其实比普通的 Civic 再贵一点，因为它的机油容量比较大，一次需要1桶多，所以你得买2桶嘛。那刹车片很贵，原厂我记得是4000多块人民币，原厂的这个刹车片的效果我觉得还不错啊。上赛道天马这种很吃刹车皮的赛道也是还可以撑得住啊。那变速箱油，我觉得用原厂的 MPF3是最保险的啦。有些店家会给你用 LSD 的专用油啊，但是有一些 GL5规格的 LSD 专用油，它里面的成分呢，其实会对你变速箱里的这个同步齿的这个铜材质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MPF3是最保险的，虽然说它可能不是最好用的，不是最划算的。好，以上就是我的心得啦。至于你问我能不能买，我当然跟你说可以买了，因为我已经买了嘛，对吧？车就在这边。那如果你很在乎库存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那你就别买，也不要去想，也不用去想它到底能降价降多少。那至于呢，你是一个要等降价的，等说我要什么25万、26万落地的话，那我真的建议你别等了，因为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好，下一集呢，我会再分享一下我在使用这辆车发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心得啦。拜拜。